但最终因为这个国民党一开始在设定说，这可能是对总统、对阁揆的所谓的信任投票这个是对于蔡政府这个期中考的这些相关的投票等等这样的因素，最终就变成政党的对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艾宁为什么认为说这一次4个不同意票，国民党所最后诉求的主张，最后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大家的支持呢？跟以前陈水扁时代相比的话，选民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于国民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就是，他过去看成是政权核心基础的一个，在冷战时期，也就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时期，蒋经国时期10大建设时期，使台湾经济腾飞、国民收入普遍增高的时期，形成的产业界和城市中产阶级正在决定性的背弃国民党。这是选民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国民党很可能会沦为万年在野党的关键所在。国民党在总统大选失败以后，用这种公投的方式，试图重新证明自己的力量和团结自己支持者。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失败了。失败的关键因素就是在李登辉时代和陈水扁时代，都是国民党可靠支持者的城市中产阶级和产业界已经抛弃国民党。有很大一部分产业界人士，正在跟蔡英文的政府建立起政商合作关系。这样的政商合作关系，如果是在李登辉时代的话，肯定会被同一个民进党看成是腐败和专制的化身，而痛加抨击。但是无论你怎样讽刺，民进党在执政以后干起了许多他在野时期认为是属于国民党特色的事情。这个重要的集团，也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所生成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以及政府的施政能不能顺利执行的关键所在。只要这个中产阶级和产业界默认在冷战时期促使领导台湾经济建设的国民党是更善于经济建设的政党，跟自己的合作默契也更好一些。那么像陈水扁这样的民进党政府，即使暂时当权，也早晚会交出他的政权。但是如果蔡英文政府已经跟产业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且在很多议题上按照产业界和城市中产阶级需要来制定政策，而国民党采取的反对措施就显得是，只要能够反对民进党，对他曾经依靠这个中产阶级自身的需求和未来漠不关心，那么危机就已经出现了。例如像莱猪这个问题，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意见其实是相互交换的位置。本来民进党在万年反对党的位置时候，是把这件事情当作打击国民党的武器的，而国民党支持莱牛的理由跟民进党现在支持莱猪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为了维持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和台湾的经济繁荣。当民进党是万年在野党、万年反对党，主要代表着经济上比较穷困的边远地区农村的利益的时候，他并不在乎跟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产业界会不会受到损失。而现在呢，蔡英文政府却跟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一样，非常在乎跟美国的贸易关系，非常在乎产业界和产业政策，使得产业界认为蔡英文政府已经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而国民党呢，反对民进党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反对民进党的方式，如果要以台美关系和台湾跟美国贸易关系为代价的话，恐怕最感到恐惧的不是民进党和蔡英文，而是台湾的产业界和中产阶级。他们本来是更信任国民党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国民党现在推行政策如果过了关，很可能引起美台贸易纠纷，而美台贸易纠纷会使产业界和城市中产阶级首当其冲的受到打击。这时他们只能含泪不支持国民党，即使他们仍然反对民进党，他们也会选择不再参加投票。因此国民党的动员出现了严重问题，他能够动员的选民人数明显少于民进党，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选民动员的失败和比如说像侯友宜这样地方诸侯公然跟党中央唱反调，这就说明原先的国民党的政治架构在现在这个新时代
已经跟时代脱节，他依靠的支持群众和现在党中央的决策机器之间也已经严重脱节，这个脱节使他的动员基本失败。失败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奶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而在于国民党今后在类似的动员当中，群众动员和政治动员当中，将很难凝聚起他们过去曾经具有的力量。原来支持国民党几个政治集团，现在明显已经分裂了，今后要团结起来会更加困难。